逗你玩呢。击杀玄窍劲鳌天，获得406年寿元。九州之地，妖魔横行，人命无草芥。妖魔所过之处，生灵涂炭。大前镇魔司持天命而立，但见妖魔一刀斩之，便是这乱世里唯一的公道。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大人，还有一个小家伙。小家伙，从今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，你可愿意？哈哈哈！我这一生无儿无女，你便是我的衣钵传人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洛尘。消耗寿元针对修为、功法、武学、神通进行演化修行，击杀入品动植物，可获得其剩余寿元。不错，才6年时间，洛尘，你这基础刀法已经圆满，你的天赋比我要好上太多，加上悟性非凡，假以时日，必然可以超过我。但是也不要自大，设知天外有天。六叔，我明白。武道之路，一境为炼体，共分为4大炼：1炼皮，2断骨，3易筋，最后搬血。那六叔是什么境界？哈哈，我当年也是个镇魔司中的一把好手，搬血巅峰镇魔校尉。天才吗？自己可能有点天赋，但绝不可能是天才。但是自己不行，不代表自己的卦不行。卦来！功法赤阳呼吸法未入门，是否消耗寿元进行演化修行？投入10年寿元，演化赤炎呼吸法。你修行赤阳呼吸法10年，呼吸法真至圆满，以圆满呼吸法修行，3日可跨入一炼。上次基础刀法消耗了3年寿元，这一次又消耗了10年。我也可以直接消耗寿元演化修为，但暂时还无必要，避免境界提升太快引来觊觎，还需小心谨慎才是。这呼吸法恐怕已经大成甚至圆满，陈儿当真是悟性惊人。一炼炼皮之境。六叔，陈儿，天纵之姿啊！六叔，我想加入镇魔司。什么？你想加入镇魔司？镇魔司常年与妖魔厮杀，出生入死，以陈儿你的天资，根本没有必要。可惜我这废人已经从镇魔司退了下来，能提供的帮助有限，陈儿以后的修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妖魔才是我的修炼资源，我的卦早已等得饥渴不待。罢了，你的性子我也知晓，有主见。我在镇魔司还有点关系，明日我便去问问。这次我带你见的便是我曾经的同僚，名叫岳无常，你便在他手下任职，预备镇魔位。等时机成熟，自然可以转正。当然，我也有不对付的，此人名叫李天馈，你往后见到他尽量避着点，他不会对你这个小辈出手的。柳叔与此人有仇？深仇大恨倒也不至于，在镇魔司争夺机缘时结下梁子罢了。哈哈哈，刘兄，这便是你家中的麒麟子，果然不凡。哪里，与那些天骄比还差上不少。见过岳大人。不错，是个可塑之才，你便留在我手下吧。既已加入镇魔司，下一步得想办法去给外挂充电了。首阳镇魔刀至刚至阳，对寻常阴鬼妖魔伤害极大，镇魔位入门刀法之一。投入10年寿元，演化首阳镇魔刀，成功投入10年寿元演化武学。第8年，你首阳镇魔刀圆满。最后2年有点浪费了。洛兄天资不凡，仅仅1日便将镇魔刀入门，相信很快便可以成为正式镇魔卫。这孩子怎么样？刘兄在我面前虽然嘴上谦虚，但我了解他，这孩子应该天分不低。此子心性成熟深沉，难以捉摸，天资不错，悟性非凡，而且他手阳破魔枪绝对不是入门，至少是小成。你就是洛尘，听闻你镇魔刀已经小成，不如我们切磋一下，各自打磨武艺如何？这是何意？武道之路当然相互印证切磋才可进步，洛兄可否指教？李青不是隔壁演武场的预备役吗？这人怎么跑这边来找人切磋？听闻这李青是李校尉的子侄，天赋不错。两人有过节啊，来者不善。原来是那与柳叔有过节的李天吹小辈，怪不得青。怎么回事？
是说他在突破炼皮不足逐月吗？败了。侄儿与那人交手数十个回合，不敌。他在与你戏耍，这都察觉不了。戏耍？他还隐藏了实力。下去修炼去吧。他便是4大天骄之一的洛尘，切，才入我镇魔司1个月，还是个剑士，也配？慎言，也不知这是有人给他造势，还是捧杀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柳叔，晨儿，屋中已备好断骨药玉，什么需要，切记跟柳叔说。这药玉给我有些浪费了，是时候突破了。第10年，你断骨圆满，还不够，继续。30试点，你全身骨骼变为灿金，单臂一换6000斤巨力，黄金骨大成。2练，断骨之境成。这门功法可以收敛自身气机与修为，这样可以适当隐藏修为，留作底牌。22年，敛息诀升级为枯荣诀圆满。妖魔们，我准备好了。见过岳大人，不知您找我何事？我早上路过演武场，见你这是突破了。昨晚侥幸突破断骨。哈哈哈哈！武道之路可没有侥幸一说。这有一份情报，你先看看。镇魔卫的考核便是独自斩杀一头妖魔。你要是有信心，我便做主让你提前考核。大人，我愿意前往。哈哈哈！好，我等你凯旋。云雾山脚下的村子，近几日出现一头妖魔，初步估计实力在炼皮。你放村子老小一点活路吧！年老体衰，滚！凡人的气血总是太少，要是有个人类武甲送上门来就好了。是大壮他们带来的官府武者吗？我们有救了！外挂未做反应，这妖怪还没死，就等你呢。斩杀一境炼皮蛇妖，获得38年寿元。希望我来的不算晚吧。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分内之事罢了，各位不必如此。只是这村子坐落山林之间，你们不怕猛兽妖魔袭扰吗？回大人，我们祖辈都在村中，尚有农田耕种，如果去往城镇，那可如何过活？太晚了，我记得前面不远处有一处是驿站，先去弄些吃食。来1斤牛肉，5个白面馒头。来1斤牛肉，5个白面馒头。这位少侠，虽然这官道每日都有镇魔司巡逻清理，但黑夜还是不要单独出行。多谢。什么人？出来吧！你便是镇魔司预备役洛尘？你是李天魁派过来的？李天魁？对对对，李大人想要你的命啊！你不是人，老子就是人！小辈拿命来！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过就你自己一个的话，老子可不装了。你不讲武德！镇魔司洛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呸！明知不敌也要恶心我一下。没有系统提示，这东西没死，不知道这鬼东西是分身还是什么。镇魔司洛尘，坐下说吧，跟我说说此去什么情况。
那妖魔应该是一头炼皮妖，将武者击杀，剥去皮脑炼成妖魔的分身。此类妖魔真身难觅，行踪鬼祟，通常用炼皮分身行走世间，而且颇为记仇，极为难缠。这炼皮妖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谁泄露了你的信息，是谁想要置你于死地。六叔，前段时间李天魁的子侄来找我切磋，想来便是这位校尉的授意。不应该，李天魁，你也不需要害怕，至少在清源城中，妖魔不敢进入。明日你可将任务细节告知岳无常。镇魔司出任务，被妖魔有预谋的袭杀，他会调查的。见过校尉大人。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天起，预备役洛尘正式成为镇魔卫。洛尘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什么情况啊？镇魔卫考核时间不是还有很长时间吗？还不是靠着背景，说不定人家连考核都省了。恭喜你正式成为镇魔卫。还要多谢大人提携。镇魔司一切以实力为尊，考核之中有遇到什么意外情况吗？这尊炼皮妖1年前便活跃在清源城方圆千里内，出手都是猎杀天才武者。总司大人怀疑城中有叛徒，但一直没有查出来。总之，你往后要更加的小心。寻常正式镇魔卫都是需要轮值去城外巡守的，我可以允许你在总部继续修行半年，等到这一批预备役考核完毕，再一起去正式轮值。校尉大人，我愿意去城外巡守。总司大人，择日你亲自跟随他去完成的考核。是。你与那炼皮妖交手了，怎么样？极为难缠。寻常炼皮妖分身不能离开本体10里，但这一头给我的感觉不一样。昨夜，王家那位有望登上乾隆榜的天才同样遇袭，两地相差足足上百里。这洛尘很有意思啊。刚才有其他人在窥视自己，不是岳无常，会是什么人呢？枯荣诀，感觉有点不够用了。镇魔司果然高手如云，也许我隐藏的这点实力，在人家眼中根本不算什么。怪不得到在镇魔司的人不多，原来都出城巡守了。在外巡守会拖慢修行，寻常都是1月一轮替。洛尘，你也不必紧张。虽说现在时局动荡，妖魔不少，但1月能遇见1头妖魔都算运气不错了。妖魔这么少吗？呵呵，妖魔智慧非凡，清源城4周每日都有镇魔司巡守，只有一些愣头青才会来此。是吗？我有些想当然了。妖魔少不应该是好事吗？洛尘，这1月你便镇守在这里。山脚下有我们的据点，有情况及时通报。许山，你也一起留下吧。这里有一处村落，前几年时常受到妖魔袭击，击杀妖魔后，因为位置特殊，渐渐的也成为我们常驻守据点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与想象中镇魔司的印象不一样？是有点。两位大人，村中已经备好酒菜。哈哈，两位大人快快进村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我们不吃不喝，他们反而不放心。那炼皮妖一直在暗中，总是一个麻烦。在村子有些麻烦，万一妖魔寻我而来，我不一定可以护住所有人。哈哈哈，来得好，等的就是你。还有分身，你实力进步的真快呀，真是令人着迷的皮囊。2个断骨圆满，倒是足够猎杀之前的自己了。你怎么会提升的这么快？还是没有寿元。嘿嘿，你这具皮囊我看上了，我还会回来找你的。呸！真是恶心人，一点寿元也不给。洛尘，什么情况？有妖魔出没？都解决了，是头处处的分身。可惜那头处处像是乌龟一般，不敢出来面对我。是吗？还是你们年轻人厉害？这可都是功劳啊！
真是让人惊讶！你难道拥有传说中的五谷？不过不重要，等我得到你的皮囊，一切都是我的。洛尘，这具身体的主人可是因你而死。你说的不错，许山或是因我而死，所以你准备好给他陪葬了吗？大人，昨日怎么回事？你详细说一说。镇魔司从来不是一个好去处。许山的妻子上个月有了身孕，听闻你来了，他高兴了好多天，终于有人可以顶替他的位置了。可惜啊，这镇魔司的大人们是都走了，估计被前2日的妖魔吓跑。是也。昨日小虎还看到镇魔司的大人巡视村子，想来是怕妖魔报复，所以大人才不入村子。这个月辛苦你了，别往心里去。从加入镇魔科开始，每个人都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。炼皮妖真身难觅，但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总有办法可以寻找他的真身。找到了，武道神通，千里寻踪，可准确寻找定位炼皮妖真身。占卜推演，天机因果之道。南疆古道无影寻香谷，可捕捉追踪万物残留的气味信息。南疆古道无影寻香谷，就是它了。下雪了，去功法阁看看可有古书之道的功法。镇魔卫可宽1楼功法文学，不知可有古诗之道的功法。南疆古诗距离我们北境相隔108000里，我们这里的藏书楼可没记载。我只有一门刀法，手段上还是差了些，便挑选一门横练武学。金刚身，须弥寺上乘横气功，练到大成，宝气难上，气血浑厚数倍。无影寻香谷的培养炼制方法，也许可以去黑市上看看。寿元不多了，要留着推演古诗之道。先去黑市逛逛吧。3两银子，给，什么都没消费，逛逛入场费就要3两银子，真不愧是黑市。客人想要什么？我这儿可是上等的幼蛊，培养好了，不失一大助力。不知这寻味蛊售价几何？客人想要，便一支50两银子即可。什么玩意儿？25两银子？嘿，客人砍价不是你这样砍的，最低45两。哦，对了，蛊虫培养买一只大概率还是不够的，毕竟有些蛊虫潜力有限，很难晋升。30两，我买5只，成交。摊主，可出售蛊师入门功法？你购买蛊虫都没准备功法吗？玉蛊心经100两银子，便宜卖你50两，成交。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嘿嘿，从他进来巷子我便盯上他了。干了，兄弟们！我伪装的与其他人差不多，为什么盯上我了？3位，能告诉我伪装的这么好，你们是怎么盯上我的？哈哈，老大，我的眼光还是独到啊！这果然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可恶的妖魔，居然伪装成人类的样子！哼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最近有点缺寿元？这玉蛊心经还是中等蛊师功法，80两银子赚到了。消耗寿元，开始推演玉蛊心经。第13年，玉蛊心经圆满。蛊师之道却是手段众多，蛊虫爱吃武者鲜血，但想要培养出2转蛊虫，还需要点时间。2转无影寻香蛊炼成之际，便是你炼皮妖的死期。如今寿元充盈，尝试推演金刚身增加底蕴。第20年，金刚身小成。20年才堪堪小成，练过武的都知道，
越是后面越难练。干了！第50年，你茯苓心智，气血破关，金刚身圆满。年关将至，可惜啊，妖魔不过年，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来闹腾。李天魁校尉所管辖的500里天断山地际出现一股妖魔势力，经过总司大人批准，联合5位镇魔校尉共同诛魔。明日整装待发，禁术到齐后，出发天断山地际。为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可以炼化了。希望你可以给我带来惊喜。作为我第一只蛊虫，便叫你小蝶吧。还不清楚这次搞出这么大动静的妖魔势力有多强。参见总司大人。此次围剿天断山最深处的一处魔窟，首领为一尊神异层次妖魔，号称白骨大圣。我亲自带队，现在出发。真是威风啊！废话，看这模样，附近又出现妖魔势力了。将来我家臭小子要是能当上镇魔卫，也算光宗耀祖了。做梦吧，梦里啥都有。主人，那具白骨答应了。哼，很好。那疑似拥有五蛊的小天才来了吗？我的皮卫传来消息，来了。拥有五蛊，武道天赋世所罕见，堪称100万里挑一的天才。如今他应该也快斑血了，五蛊得到滋养，移植的概率才会高上一点。盯紧他。是，我的主人。休整一番，吃食随意，但严禁饮酒。这次任务不简单啊，想不到总司大人都亲自出马了。有什么说法？总司大人位列乾隆榜第3，杀寻常神异层次易如反掌，如果普通妖魔根本不需要他出手。这次任务不要逞强，老老实实听从安排就行。你前途光大，可别为了功劳冲动。我明白。镇魔卫洛尘，总司召见。进。见过总司大人。斑血圆满，很不错。侥幸突破，看来枯荣诀等级还是太低了，竟然这么容易被神异层次看穿。不必紧张，既然加入我镇魔司，有天资当然会被培养。你可拥有五蛊？没有。可否让我探查一下？这么客气，想来并无恶意。总司大人随意。倒是有趣，想来你另有机缘。放松些。这本功法名为大日神拳秘典，玄窍境可开260窍，为上乘开窍功法，便赠给你。多谢总司大人。总司大人，玄窍最多可开多少窍穴？玄窍极境可开360窍，天资悟性、资源与绝世功法缺一不可。想来开360窍都是绝世天才，但自己有卦，就是要多赚取一些寿元了。可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汇报？总司大人可察觉附近有妖魔气息？放心，我们的谈话别人窥探不到。我曾被一尊炼皮妖暗杀数次，为了找出妖魔真身，特意炼化了一只无影寻香蛊。根据蛊虫感知，炼皮妖大概率混入了5开校尉当中。李天魁费尽心机的引我出来，想来是做好了准备。他或者他们太小看我了。你先去修炼吧。看来这背后还有人或者势力。纲卫大人宣布了我们的任务，我们镇守往西50里外的一处要道，在正式围剿之前，不允许放走任何妖魔。这处山道在最外围，算是比较安全的。不要放松警惕，危险无处不在。嘿嘿，老大明白。开辟260窍，在体内化作一尊大日神拳，凝练大日罡气，神拳涌现气血，远超寻常武者。不愧是上等玄窍功法，那绝世功法又该有何等威能？都打起精神来，出发！好好守着吧，等待校尉大人命令。校尉大人说，这次行动的具体时间还没有定下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守好这处要道就好。是。7天了，
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不出意外会有意外发生，还是先突破一下吧。给我投入30年寿元，推演大日神拳秘典，成功投入30年寿元演化功法，第30年开辟48玄窍，血邦成林，一念而相振起。马上到了关键时候，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。枯荣诀也需要提升一下了。第83年，你看到了寿命大限，你看到无数春秋演变，你看到了岁月在你身躯上、灵魂中留下的痕迹，炫悟之中领悟一缕岁月之气，你总结归纳，命名为岁月宝卷。来了。那里是王月看守的典韦。老大，没事吧？可惜，寿元浪费了。这魔猿一般是群居妖魔，小心了！支援很快该到，坚持住，不能放走一只妖魔。这里不是最外围吗？马上大战在即，深处的妖魔洞竟然会允许这样的大妖离开，不可力敌。这头老猿至少是斑线，想办法拖住，支援很快就会来。怎么，就凭你们几个小虫子，也敢拦我的去路？大王，交给小的呗。前方是我大前人族疆域，诸位还是退回去吧。哼哼。我要是偏要走呢？那就要问我们镇魔卫手中的刀了。我那子孙是你杀的吧？洛尘，快躲！人类，放我们离去！我承诺不会伤害沿途人族。晚了，最近有点缺时间。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今日便拿你开刃！洛尘，金刚身果然名不虚传。那么，热身完毕。先，横踢，下打，上。寿元哪里逃？天断山妖魔洞中有什么布置？最强的妖魔实力怎么样？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妖魔也怕死啊！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下一次见面，我必杀你。你以武道之心立誓。好。天断山中最强者便是白骨大圣，他原本是一名人族强者，死后骨骼不朽。你走吧。我们又见面了。人类，你不讲信用！呵呵，我很守信用的，和你绕了一大圈。击杀一境斑血魔猿，获得178年寿元。这些畜生怎么发疯了？老大，这里交给我吧。洛尘，那老袁呢？死了。老大，
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先离开。寿元上线成功突破1000年，开启寿命查看功能。寿命查看，顾名思义，就只是可以看清对方的寿元，这有什么用？还不错，至少可以防止老六隐藏修为。抱歉，来晚了。你小子一直在隐藏实力。那天总司大人单独面见你，难道当时总司大人就发现了你隐藏实力？是不是应该把洛尘带去对抗妖魔主力？总司大人既然知道你的实力，却允许你在此，想来有所安排。这处峡谷靠你了。好歹给我留件衣衫啊！峡谷深处有炼皮妖出没的踪迹。这么说来，那群魔猿说不定是被炼皮妖引来的。现在寿元充足，实力还能暴涨一波。投入寿元演化首阳破魔刀。第75年，你将众多感悟梳理成册，命名为大日真罡。大日真罡太过极端，还需要改进。150年，你是指凝练炼基阴刚劲。传闻中，太阴太阳，阴阳共济，威能无穷。第450年，你来到一处天地极冰极阳交接之处，向死而生，借助天地之力凝练阴阳真罡。第490年，你一半身子变为焦炭，一半化成玄冰，你的心脏却在跳动，嘴角忍不住放声大笑。成了，你成了！威能无穷，比之先前提升何止10倍？不行，天断山大战即将在即，干了！大不了之后沉淀一段时间。成功投入寿元演化功法。第350年，大日神拳秘典终圆满。当前境界玄窍，境界提升太大，外挂的反噬之力有些难以承受。我现在实力加上阴阳真罡，这天断山脉应该是除了白骨大圣和上官长月以下第一战力。金刚身还是先缓一缓吧。白骨大王，可以开始了。李天魁叛变了，正在营中大开杀戒。至于总司大人被白骨大王拖住，还不知。你们在外面守着，要是情况不对，便回城报信。大人，不可，太危险了！三位大人，罗晨，这小子，李天魁，不怕总司大人回来清算吗？你就这么确信总司大人会败？炼皮妖，李天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勾结妖魔！主人，把他们交给我吧。主人，新的皮魁很快就炼好。炼皮妖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有意思，我还没有去找你，你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听闻你已经突破斑血了，五谷真是强大呀！谁告诉你我有五谷了？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武者。不可能！不承认没关系，我会亲自刨开你的胸膛查看。不，刚进，怎么会？你废话太多了。出来吧，要我再去砍一刀吗？大人饶了小妖吧！你知道的，我也是被这混蛋逼的呀。像大人这般年少有为、英武不凡的天骄，才是我选择追随的对象。您可不能杀我！天断山深处发生了什么？大人，那位白骨大圣炼制了一把神兵白骨幡，想来现在应该困住了上官长月。这是你的真身？斩杀玄窍炼皮妖，掠夺280年寿元。没死，但是有没有心理阴影就不好说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可能是总司大人留下的后手。总司大人应该早就察觉到了李天魁的叛变。白骨幡出！
白骨巨人观想图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去，神域这么恐怖吗？这便是神域剑的核心，精神映照现实。本来还想来捡路的，你们这么打，我还玩什么？上官长月看样子稳赢了，我要留在这里，不好解释。没想到寒生宫末代传人竟然悟出了这门传承，可惜喽，那个老家伙看不到了。给我炸！那白骨都被打散架了，应该没有危险了吧？去看看，要是危险就赶紧跑，大不了以后再给上官长云报仇。这一次是我赢了。你还没死啊？那可太好了。人族小辈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啊！呸！真硬！放我走！我传给你绝世传承，我的传承人族也可以修行。哇！击杀神意境白骨大圣，获得1150年寿元。好像只能获得对方剩余寿元的一部分。500年，放在前世足以俯瞰王朝兴衰。希望赶回去你还没死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莫要让人打扰。山脉深处3天前就已经没有战斗波动了。你说总司大人是不是？不可能！总司大人如果战败，那白骨大圣为何也销声匿迹？臭小子可别出事啊！如今天断山深处沉寂了3天，总司大人不知所踪，现在开始沿着外围进去探查。是。你们为何现在才进去寻找长月？要是长月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们这身衣袍也穿到头了。见过副总司大人。总司大人曾有令，3日之内不允许进入天断山脉。哼，要是长月受了伤，我拿你们试问。要不是本总司前段时间有急事耽搁了，长月断然不会出事。可惜调料什么的都在王月身上。我有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这些虚礼就算了。好嘞，总司大人，刚刚那是储物戒指。哎，大人可使不得啊！这腰带便是空间秘宝，你要是想要便赠你了。总司大人，这可是女人佩戴的腰带，我戴着不合适。等回到清源城，我再赠你个空间秘宝吧。那属下便不推辞了。总司大人别嫌弃啊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朋友都叫我长月，你便也这样称呼我即可。是总司啊，不，长月。我们消失了3天，镇魔尊该乱套了。如今白骨大圣已死，天断山还有一些逃窜的妖魔，也需要清理。司长大人，长月，你身体受伤了没？请副总司注意上下之别，还有称呼我职位。总司大人，这是谁？怎么和你在一起？我的事情不需要向你解释。如今白骨妖魔已除，今日休整，明日开始清扫天断山区域其余逃窜的小妖。是，总司大人。罗晨，你和总司大人什么情况啊？我与总司大人能有什么？只不过是在天断山碰巧遇见了。莫灰心，总司大人毕竟是乾隆榜的天骄。刚刚那位青年是谁？那位是我们镇魔司2位副总司之一，名叫诸葛玉成。这人是在追求总司大人。原来是个舔狗啊！你小子运气真好，清扫半个月，一只妖魔也没碰到。是啊，运气真好。六叔，回来就好。这次动静很大，我在城中都有所耳闻。好好休息。这是3品镇魔校尉令，如今镇魔校尉位置空缺2名，由你补其中一个缺口。以你的实力，足够担任。这便是一枚戒指模样的空间秘宝，里面拥有3尺立方的空间。这要怎么使用？滴血认主即可。你现在突然晋升镇魔校尉，连跨2级，下面一些资深的镇魔使可能找你麻烦。你是让我出去避避风头？不，我是让你手下留情，别打死了。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此次诛魔，镇魔卫洛尘斩妖无数，还助我斩杀白骨大圣。从今日起，镇魔卫洛尘正式担任3镇魔校尉一职，
不必轮值巡守。镇魔校尉洛尘必然恪尽职守，不负总司大人栽培。查清楚了吗？这小子什么来历？这小子还是个天才。你说新晋的镇魔校尉要是死了，长月会不会生气？废物！萧大人，久仰大名，请坐。今日来此，为恭喜为洛尘兄弟晋升，这是一点薄礼，莫要嫌弃。萧大哥也太客气了。洛尘兄弟，可知镇北王妃即将来到清源城？萧大哥，我这刚刚晋升，消息渠道可没你广泛啊。听闻这次王妃到来，清源城要换天了。总司大人已前去护送。这萧修竹应该是长月的亲信，而长月他应该与镇北王府关系不浅，感觉要长脑子了。赶快来只妖魔闹上一闹吧，我好出去转一圈。老大，情报哥来任务了，坐下慢慢说吧。老大，你看，这是情报阁刚刚送过来的任务。白狼江支流1日前，3座渔村被妖魔屠杀，无一生还。特派遣镇魔校尉洛尘前去调查此事，不得有误。这妖魔信息呢？什么都没有。老大，我去问过情报阁了，他们说时间紧急，并不清楚，还让我们快点行动。这任务是谁派给我的？是副总司诸葛玉成。这憨货不会将自己当成假想情敌了吧？立刻集合所有镇魔使，1个时辰后出发。是。希望你不要犯蠢，妖魔屠村之事刻不容缓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多疑耽误时间，但要是你真敢招惹我，我手中的刀可还锋利。你带着兄弟们通知四周还有人的村子，近期不要去白鹿江捕鱼。是。消失在这里的吗？那我便在这守着你了。要是按照村民所说，这妖魔实力绝对不弱，不至于看上这些普通百姓。不知这妖魔是与其他生灵在争斗，还是想引镇魔司过来？诸葛玉成，这后面会有你的影子吗？该修炼了。投入500年寿元，演化金刚身。第370年斩妖除魔，手中鲜血无数，因杀性过重，你功法开始蜕变。第450年，你脑后佛光普照，压制一身杀气。 500年，你武道宝体彻底蜕变，你命名为镇狱金身。武学镇狱金身圆满。不错，这500年寿元没有白花，投入寿元演化大日神拳秘典。第830年，气血为新柴，肉体为熔炉，煅烧阴阳真行，功法大日熔炉秘典圆满。当前境界玄窍360窍。妖魔来了。镇魔司武者这么年轻，血肉应当相当可口。白龙江龙宫居住的天地之灵，要是让龙宫之人知道你吞噬人族血肉，残害百姓，堕入妖魔道，你猜你会不会死？你自己找死，就不要怪我了。人族武者都这么强了吗？才斑血境居然能跟我对峙这么久，逗你玩呢。这小子有些邪乎，风景车溜。在河边呼啸，我在梦里奔跑，就像这草地写满谁的骄傲。汗水滴落，像火焰点燃心中力，让每一次投降都让下一步更坚强。球场上的阴影是昨日的迷茫，阳光洒破肩膀，照亮未来方向。你认识诸葛玉成吗？不认识。好好的龙宫不待着，为何来此？为了追踪一位叛徒。叛徒？龙宫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我，禁止！有问题。击杀玄窍境鳌天，获得406年寿元。到手的寿命差点跑了。大前镇魔司
镇魔校尉洛尘，诸位不在白龙江之中守护镇家妖魔，为何来此？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杀我族成员不给个交代，怕是说不过去。玄窍大圆满有些难搞啊！此妖擅离白龙江，滥杀我大前百姓上百，吞噬人族，堕入妖魔道，我镇魔司必杀之！危险的气息，这小子有些邪乎。哼，有趣。这么说来，是我龙宫看管不严了，杀了也就杀了。我龙宫有一叛徒逃入了这条支流，在下奉命前来追寻，还望镇魔司通融一下。白龙江水族进入我清源城地域，我可做不了主，需要总司大人同意。是急是急，还望大人回去通报一声。这是一颗玄窍圆满大的妖的丹，还望兄弟美言几句。哈哈，还请诸位不要走动，在下这就回去禀报镇魔司。还请兄弟快些，这叛徒狡猾异常，耽误不得。到时候要是这叛徒屠杀百姓，我龙宫可不负责。你们追寻的叛徒犯了什么事？呵呵，这是我龙宫家丑，就不多说了。首领，要不要属下去宰了他？本首领都没有把握击杀他，你去？要不是感觉到危险，老子能搭上一颗内丹。你先回去，禀明老祖。是首领。老大，没事吧？刚刚那是白龙江水族来访，我会上报总部，先安抚百姓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妖魔已被斩杀，诸位可放心。百姓生死不由己，只看天意。要是那水族不守规矩，首先波及到的便是沿途百姓村落。希望你们不要犯傻啊，不然未来我必然踏平白鹿江龙宫。洛尘兄弟，这次由我和你一起镇守。萧大哥，走吧，那位可等得有些急了。两位，我们可以行动了吗？可以，久等了各位。龙宫的诸位，还请不要波及到沿途百姓。你得罪他们了？我可没有，不就是拿了一个内丹没帮忙办事吗？可那是他非要给的，怪不得我。最近城中不太平，城主与总司大人争斗的厉害。那城主背后是哪方势力？城主当然听命于大前皇室。那总司大人应该占据上风吧？当然，这次白鹿江异常不同寻常，我们要时刻留意。休整一晚，明日开始沿着江畔巡守，切勿让百姓受到惊扰。是。诸位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那叛徒根本就没有隐藏在此，或者早已经上岸离去。不可能！如今1月已过，按约定，请龙宫诸位停止搜寻。他们不会甘心的，也不知这叛徒究竟干了什么，这么久还没放弃。比神医还强。各位，你们已经同意离去，这样又是为何？5到6境，炼体、玄窍、神意、法相、涅槃铸道。这位居然是法相境，应该是龙宫内卫的子嗣了吧？我奉白龙河水军，我父王之命前来，缉拿龙宫叛徒，清源城镇魔司理应配合。呸！早就听闻龙宫之人嚣张跋扈，我们还是快将情报送去清源城吧，等待上面定夺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超过这条畜生。好像是有什么东西。你先回去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。前辈，你还在吗？可有什么吩咐？老夫李长生还望小友护持一段时间，老夫必有厚报。李前辈，李前辈，不知道我全力出手，能不能破开这只乌龟的防御？不行，谁知道这只活了5000年的存在还能有什么底牌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玄窍啊，怎么庇护你？岁月宝卷可将天机因果遮掩在岁月之下，希望你所说的报召带得起我付出的风险。现在江流被截断，必然有许多村民下河床去捞鱼，我们无法阻止，但要跟在他们后面保护。附近的5个村落，你们都去一趟吧。是。不要与水族起冲突，
见到他们路过，立刻带着村民离开。敖元兄弟，别来无恙。谁他妈是你兄弟？把我的内丹交出来！你的内丹不是在你身上吗？伶牙俐齿的人族小子，小小镇魔校尉，3番5次阻挠我，今日非给你有点教训不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洛尘兄弟，误会，这个变态明明是搬血镜，我这玄窍斗大圆蟒是假的吗？怪物！我已经把消息传了出去，敖圣大人很快就会来。我承认你很强，有本事就现在杀了我，来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敖圣，别来无恙。看来你的靠山也不能肆无忌惮的行事了。不要！击杀敖元玄窍，获得272年寿元。老大，遇到什么事情了？没事，一只小虫子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清楚，大概率是我们镇魔总部的高手出马了。这群龙宫水族太过招摇了，在我们镇魔司的地盘上耀武扬威，今日更是直接截断了一条支脉，直接影响了无数百姓。总部出手也合情合理。父王，镇北王府出手了，孩儿不得不暂时退出。镇北王曾亲自来找我，这件事便作罢。父王，那头老龟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无妨，哪怕李长生真的把我们的计划告知镇北王也无碍。父王，镇北王他……镇北王野心勃勃，却被大钱压了200年，不足为虑。现在不缺寿元了，但是观想图还没有。老大，这是附近第3头妖魔了，这妖魔出现的频率太高了。唉，龙宫这次退走，多少带着不甘。白鹿江宽广浩渺，其中成了精的水怪妖魔多不胜数，驱赶一些过来不是问题。嘿嘿，老大，这可是一份大功劳啊！这条支脉如今妖魔频出，镇魔司必然会派来一位镇魔校尉长期镇守在这里。就是这沿途的村子要不太平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尽量不让妖魔侵扰百姓，等待上面派人来接我们的班吧。可算能回去了，希望别再出什么意外。两位辛苦了，这处江流便由我来亲自接管。啊！散开！玄窍巅峰妖魔，这种存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对，有问题。走！你们回城报信，我去看看。大人，危险！大人不是冒失的人，我们不能留下拖后腿。
先回去传讯。萧修竹应该逃了吧？走！萧大哥，你身上伤势怎么样？无碍，只是轻伤。我已经放出信使，很快总司大人便会赶来。你我二人将石佛紧到偏僻处，想办法拖延一下。萧大哥，你不觉得这只妖魔很奇怪吗？石佛明显就是冲着我们镇魔司来的，还有诸葛玉成，他有问题。洛兄弟，今日我们可要一起并肩战斗了。两位，化作我座下亡魂吧！阴阳。那人要是再不离石佛范围，恐怕再也不会醒来。击杀8臂石佛玄窍，获得450年寿元。小友，这石佛胸口还有一枚佛心，可以留着。前辈，这石心没啥用啊，叫做妖魔之心更合适。此石心中多多少少有一些愿力储存。愿力吗？愿力可用作提升境界、修炼特殊的神通妙法。一般佛门中人或是皇朝册封的神职，享受人间香火生灵的滋上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是啊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唉，那条老龙活了几千年，还没有一个娃娃看得通透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牛啊！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我果然没看错人，我这次回去便会辞官。这次损失如此之大，我作为总司责任无法推卸。回来这几天，没想到总司大人离开镇魔文后，又搞出了大动静。清源城城主战败，听闻是被斩杀了。北境12重城的所有城主都已经是王府的人了，大前皇朝算是彻底失去对北境的控制，乱世要来了。洛尘，总司大人随镇北王妃离去。以你的天资与实力，加入镇北王府应该很轻松吧？总司大人可是位列乾隆榜前3的天骄，哪里是我可以比拟的？哼！前辈，伤势恢复的如何？勉勉强强，没有个几十年难以痊愈喽。那为了更好的保护前辈，您那里可有观想图传承？小友现在开辟多少玄库？这小家伙的手段有些神秘，那掩盖实力的手段我都无法看穿。玄窍360窍，我观你骨龄才17吧？马上就满18了。观想图老夫倒是有一些收藏，但能称得上是绝世传承的只有3道。第一道便是老夫所修观想图玄龟驼月震天图，第2道龙宫那位神圣传承观想图九玄吃龙吞海图。你要是选择其中之一，老夫可为你领路。那最后一道呢？第3道曾是我在一处秘境偶然得来，名曰星河倒卷炼神图。此观想图最是凶险，
星河道卷会天地异象，以天地为力滋养神魄。前2道传承我都可以为你引路，但最后1道只能靠你自己了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我要是修炼你们这种天地神圣的观想图，可以达到巅峰吗？小友不必担心，人族亦是可以修行，只不过没有我们契合。那我修最后1道。年轻人没有挨过现实的毒打，要是练不成，还不是要求我老人家？这是一枚星辰碎片，其中便蕴含一门绝世观想图。当然，你要以精神力感悟其中隐藏的法门。什么是精神力？神前境、炼神、炼魄，一共分为3种状态：神念出显、神意凝形和神心通玄。你首先要凝练一丝精神力，可以突破肉身正骨，才能接触到其中传承。当然，其他2副观想瓶，我可以直接把神韵传入你识海，你可以直接观摩。怎么样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前辈，我再尝试尝试。你还有事？李前辈为何沦落到此？知道太多对你可没好处啊。唉，如果大钱崩塌，你会选择站在镇北王一方吗？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大事会裹挟你站队的，没有人可以避免。这世间有许多涅槃境妖王、5道强者，但第6境却少之又少。100年前，大钱的那位人间武圣，第6境铸道强者寿元枯竭而陨落。10年前，大钱国师寻到白鹿江龙宫，与老龙做了一场交易。什么交易？10年后，跃龙门走水化龙。为何等到现在？如果蛟龙选择走水化龙，必然生灵弹炭，无数百姓化作冤魂。大钱的那位武圣老祖没有陨落的时候，是绝对不允许蛟龙走水化龙的。我就是为了劝诫老龙而被他打伤。前辈说的对，知道太多不是什么好事。前辈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？什么？蛟龙化龙就在北境之中，到时候北境生灵涂炭，镇北王会容忍？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老夫对大钱国师的计划也有所猜测，无非就是想用蛟龙化龙之力，用无尽大钱百姓冤魂，以此来动摇国运。按照老夫估计，如今大钱国运衰落，又遭逢大劫，那位国师很有可能有手段打散国运。到时候大钱皇朝崩塌，这不是镇北王希望看到的吗？别想太多，哪怕你身处涅槃境，也无法改变。下雨了。李前辈，这场雨要下多久？老夫不知，但不会快。老龙在蓄势，一鼓作气，失败便身死道消。成功了，便是逍遥天地的真龙，是吗？投入寿元演化修行。第1年，你冥想打坐，蕴养识海，小有所得。第5年，你聚精会神，识海无形之力离体而出，凝结一道精神力丝线，聊胜于无。精神力还是太弱，但用来观想足够了。不是，这1个时辰都没过去，你就入门了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3个时辰就是我现在观想的极限了吗？神群进城了，稳妥一些，不要一次突破太多。这李长生看起来是个好龟，但防龟之心不可无。这雨已经下了半个月了。敖皇，回头吧！镇北王，你要阻止我！你们做的太过了！哈哈哈哈！镇北王，我们应该站在一起才对，打破这该死的大钱国运，我们都是赢家！大钱皇族已经没落，国运被镇压，早晚都会散去，我还能再等等。哼，我等这一天等了上千年，今日谁也无法阻止我。蛟龙化龙，旱魃出世。可惜了，镇北王还是出手了。但大事已成，国运崩。结束了。前辈，谁赢了？不知道，大概率老龙失败了。一位5道强者挡道，他无法继续化。没想到这位镇北王也已经涅槃巅峰了。
后生可畏啊！国运消散了，我能感觉到大前的国运彻底消亡了。镇北王在最关键时候出手，还是没有阻止国运的消亡吗？呵呵，你太小看那位国师了。所有镇魔卫即刻出发白龙江，镇压暴乱的水族。如果遇见白龙江水族，不要留守。请问大人，上面准备与白龙江开战。白龙江水军擅自施展水法，半月时间残害我北境百姓超过100万人。为了防止龙族继续危害安危，调集所有能抽调的镇魔卫前去镇压。我这样讲，你们可明白？见过总司大人。总司大人，我名诸葛兴，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听说过。居然是诸葛兴，不愧是北境第一天骄。白龙江之事刻不容缓，现在出发。骆老弟，你这往后可要注意一点啊！我记下了。诸葛玉成死在我手中，而他哥哥诸葛兴当上总司，也是麻烦了。真是造孽啊！本以为是天灾，没想到却是妖祸。洛尘，洛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继续走吧。这是最近第几只了？老大，这是第9头妖魔。小子，水下有东西盯上你了哟！你离岸边远一点。老大，要来了吗？这是什么毫无价值的废物！获得2年寿元。这些妖血武者寿元与普通人无异，又融合这么狂暴的妖魔之力，折寿严重，都是短命鬼。洛尘，我想我们应该正式认识一下。见过总司大人。呵呵，不必如此。长月之前还说起过你，我们也算是神交已久。前辈在吗？江湖救急啊！要是他动手，你可要救我。别吵吵，老夫看着呢。这小子看上去挺好说话的。我的那位族弟，平日里在家族之中便行事荒唐，被家族派遣出来历练一下。只是谁都没有想到，他会堕入妖魔道。这半月我已经仔细探查过族弟与石佛的尸体，也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我诸葛家也不是不明事理的，自不会许你麻烦，你大可放心。要不是上官长月找到我为你求情，诸葛家族可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总司大人查到了背后黑手是谁？经过镇魔司情报阁确认，这次妖血武者背后的势力是一个名为炼血宗的妖魔道门派。前辈对炼血宗有了解吗？不知，不过嘛，你小子往后可要小心了。为何？妖血武者的重要的资源是什么？他们依靠掠夺融合妖魔血脉、妖魔器官，从而晋升，把自己变得人不人、鬼不鬼的。现在你们马上要与水族开战，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妖魔血脉。更重要的是，蛟龙血脉。不错，况且你杀了诸葛玉成，不管诸葛玉成是暗中黑手的棋子，还是他们的成员，你都得罪了他们。成功投入寿元演化修行，第100年，你炼化1080颗炼神铭文。你做了什么？做了？那服用了炼神大药，我也没有几颗。你放屁！我刚刚看了，那就是一粒普通的药丸。前辈，那你说我为何突破如此之快？这我怎么知道？那不就得了？我那可是举世罕见的炼神大药，你不懂。你，王妃殿下，大营之中条件简陋，无妨。早就听长月说过你，可惜上次走得匆忙，没有早些见到我北境的年轻天才。殿下谬赞了，我可没有夸大。现在北京大城之中，各大世家豪族，谁不知道乾隆榜11洛尘之名？你是我北境镇魔司的天才，当然不能埋没你的天赋。这是一本可开360窍穴的功法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谢过殿下赏赐。在神医感之下，他还是斑血巅峰修为，这种隐秘手段，身后必有传承。好好修行，以后若有需要，可来镇北王府寻我。努力修行，未来天下争锋，镇魔司也不能独善其身。长月，你要小心。
混账！终于等到你们了，烈血宗！所有镇魔校尉镇守四方，不得遗漏一头妖魔。那蛟龙敖胜可是法相境，这炼血宗敢在镇魔司眼皮子底下对他动手，可见实力非凡啊！你们找死！想走？魔元法相拥有强大的肉身力量，一拳便可以轰碎山面。碧水珠的水源镇压之力对他影响不大。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先打起来了吗？防备了这么久的炼血宗，谁知道是一个莽夫？老大，这些水族都不敢上岸了。应该是他们开始溃败了。洛尘，我有一处大机缘，你要不要？前辈，什么机缘？有没有危险啊？现在龙宫空虚，碧水琉璃大阵也消失了，正是偷家的好时机呀！说出你的目的。龙宫之中有一座化龙池，可以恢复我的伤势。化龙池？是的，化龙池其中蕴含了老龙几千年搜集而来的天材地宝，无数真髓灵韵蕴养一池，哪怕老龙吸收了许多，残留的药性也足够我恢复至少一半。我也没有骗你，一座龙宫的底蕴，哪怕一些珍贵之物被老龙随身携带，剩下的也足够你修行到法相。你确定没有危险？大概率没有。好，干了，我来助你。老大，要不偷袭？你这样消耗太大，还是我来吧。快，要是上面战斗结束了，龙宫的东西可轮不到我们了。不会是镇北王出手了吧？不是，是两尊新出现的法相，应该是镇魔司的人。宝物，宝物！成功掠夺3阶化龙草700年寿元。寿元上限成功突破1万年，开启寿元增幅功能。不好，化龙池！畜生，你为何会在化龙池中？宗门为了这化龙池中得灵液，不惜代价损失数十年积攒的底蕴，才为我争取了一点时间。如今眼看着就要得手，没想到给你个畜生做了嫁衣。小小斑血，不对，小小玄窍也敢对我出手？哪怕你隐藏修为又如何？在神意面前依旧如蝼蚁。先走吧，这一次宗门的谋划已经失败了。神异攻击啊！没想到如此凶险。击杀神异境元3，获得699年寿元。想什么呢？还不快走！前辈，修为恢复了？没有，这么短时间怎么可能恢复？化龙池中的灵液被我收了起来，龙宫不安全，赶紧先离开。老大，老大你在哪里？老大，发生了什么？被妖魔偷袭，拖下了江水。我又不善水战，与之缠斗了好久。上游的大战结束了吗？应该结束了。镇魔司所属，继续巡守白鹿江。看来上游已经结束了。注意动静，以免群龙无首的残余水族离开江流。是。牛啊！消耗寿元就能增加攻击，比那些拼命用的折寿秘法好太多了。前辈，龙宫之中不会留下什么破绽吧？放心，我已经收好尾了。那就好。自从加入镇魔司，修行真是极为不易，没有修炼资源，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早就听闻白龙江龙宫建造的奢华贵丽，今日一见果然不错。现在这座宫殿是我的了，你们可要小心一点，别破坏了。这是炼血宗之人，殿下，应该是有两方人马在此争斗。至于争斗原因嘛，查。
我要知道是谁。小子，我要去寻个地方闭关养伤了啊！前辈这是要离开了吗？你小子天赋不错，将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前辈，一路顺风。小子，这是我涅槃时的遗骸碎片，可以为你抵挡一次致命攻击，便赠予你了。回城，老大，回去一起去春风楼喝酒去啊！就是这几个月可憋死我了。都散了吧，明日春风楼我请客。李前辈离去已不需要藏着，该好好突破一番。第150年，你成功点亮10086颗周天星辰。第1890年，星河道卷真挚圆满。神心通玄，18岁的神心通玄太过逆天。岁月宝卷还只是残篇，再继续推演一番。第2001万年，你继续完善岁月宝卷，根据自身刀法融合岁月之气，斩出一刀，名曰岁月天刀。功法岁月宝卷大成。这股探查的神识是诸葛星儿，这就是那洛尘。叔父，正是。叔父，族弟的死我已经查清，确实是机缘巧合修行了妖魔功法，迷了心智导致。哼，玉成可是我唯一儿子，哪怕修行魔道功法，也该由我诸葛家族处置。剩下的事情，星儿你就不要管了。避免被诸葛熊牵连，即将诸葛熊逐出诸葛家。如果洛尘被叔父所杀，镇北王必不会因此而有所忌。柳叔，我回来了。小蝶，洛尘，清源城年轻一辈第一人，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杀死玉成时候传出来的吧？拿着我儿子当你的踏脚石，真的很好。你不是镇魔校尉吗？诸魔降妖，都说我儿子是妖魔。我要是把这人融入妖魔精血，变成半妖，你洛尘这位镇魔校尉，会不会亲手大义灭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可是精心挑选的骨牙连狗的精血，王八蛋，给老子死！柳叔。晨儿，你回来了。柳叔，你醒了，你没事就好。那个人死了。晨儿出息了。诸葛家五长老，希望你们诸葛家没有参与进去。阴阳子母莲，我所修阴阳真罡，要是服用了此种大药再进行演化修行，应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诸葛家倒是有些好东西，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。如果我没有表现出让人忌惮的实力，诸葛兴会第一个出手，以此来平息族中长老的怒火。阴阳平衡，一起服用吧。第4000年，阴阳生死轮大成。有贼子挑衅到我们镇魔司头上了，好大的胆子！属下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不用查了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诸葛兴真敢对我动手，如今我有信心3招之内斩杀他。这家伙好胆，找个机会除掉吧。既然已与诸葛家结仇，这诸葛兴找个机会除掉吧。奉天承运，天地召见。经查北境之内妖魔横行，掠食生民，搅乱阴阳，其行已被天道。现命镇魔校尉洛尘领兵伐山，破妖庙，铲除群魔，还一方水土清明。若有顽抗之妖，格杀勿论；若还有从善之流，可自行执着。除魔令。咦，少了一个骷髅，这是此处妖魔被铲除了？可以啊，还有实时更新。请进。老弟啊，这除魔令你看了吗？刚刚看完。这次我们的目标可不是那些山野妖魔了，而是大前皇朝册封的神职。大前皇朝覆灭，国运消散，曾经被国运册封的神职自然消失，其中有一些神职本体便是妖，就比如白龙江水军。这些拥有神职的妖，曾经都是因为帮助过大前或者行善积德才被册封，可享受百姓香火，享受国运加持。如今国运消失，神职不存，这些异类道行坏了大半，有一些就会守不住本心，守不住本心，那就全杀了就是。老弟啊，这些异类在皇朝体系中混久了，也是用世传承的，你可别把他们当成山精野怪了。放心，狮子搏兔亦用全力。
你去通知我手下的镇魔使，下午集合。是，校尉大人。老大，有任务了吗？如今北境之内妖魔横行，该我们出手镇压了。老大，什么时候出发？3日后出发。这几日与你们好好休息一番。是。大人，我去看看。谁？我家可没有孩子了。镇魔卫，还请大人救救我们！原先那紫云观中的道士还只需要我们祭祀禽肉，如今需要每天供奉孩童才可。你们县中没有武者？县城中的武者大人全部消失不见了。老汉听闻说武者大人早就被吃了。什么人？大胆，敢擅闯紫云观！各位师兄，抄家伙！这些家伙交给你们，一个都别放走。今日的血食怎么还没到？谁？阁下，我们无怨无仇。你让我感到厌恶。不错，至少没有人重伤。通泉山山神疑似堕入妖魔道，速去查看。收拾一下，走吧。有趣，看样到地山侯有人脉啊。镇魔司，劳烦通报，烦请稍后，城主正在接待贵客。老大，家丁说城主在接待贵客。什么贵客有接待老大重要？就是，王哥和他们客气什么？来了。原来是洛天骄登门，有失远迎，诸位请府上一叙。今日府上迎来2位贵客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我这身上的压力也小了不少。城主大人，这另一位贵客是？哈哈，与你一般，同为北境天骄，你们年轻人说不定可以相谈甚欢。原来是他，乾隆榜第9，赤霄剑派，原岩，镇魔校尉洛尘，久仰大名。哈哈，2位就别站着了，坐下说，我命人去摆上一桌家宴。城主大人，酒席就不用了。我来此便是要了解一下通泉山的情况。不瞒你们，我与那珊瑚本是至交好友，前几日他传讯于我说要离开北境。我虽然不舍，也知晓是如今形势。可几日过去，通泉山妖魔气息越发浓郁，我也联系不上珊瑚，这才下令加强巡守。今日2位前来相助，我只希望2位看在山巡之前的功绩，放他一条生路。好说好说，城主大人放心，如今北境乱象丛生，宗门派遣我下山历练，也是为了帮助诸位。那就多谢赤霄公子。要是这山皇还没有行妖魔之事，我镇魔司不是不讲道理的，愿意放他一条生路。但是，如果山皇已经作恶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这洛尘有些膨胀了，虽然是乾隆榜第11位，但是境界可差那山王一截。洛校尉放心，通泉山4方都有眼线，山昭最近都没有出过洞府。那便好，城主大人，我便先告辞了。唉，城主为何唉声叹气？不过一黄口小儿。我乌云城事小，可经不起折腾。最近还要多多仰仗赤霞公子。掌柜，开几间上等客房，再上2桌好酒好菜。老大，暗中有眼线。无碍，应该是城主府和城中一些家族的。藏头鹿尾之辈，天魔教，难怪这些曾经册封的神职堕落了这么多，原来是天魔教的手笔。既然涉及到天魔教，作为镇魔校尉，不得不去看一看了。天魔教众，小小鼠辈罢了。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击杀一名乾隆榜第11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。哼，土鸡瓦狗。一般呢，这老太婆要输了。山君，果然如此。山君，教主，老身这就去追。这些堕落背后黑就是天魔教。击杀神意境僧婆，获得80年寿元。这山君按照情报只是玄窍，如今竟是神意境界。刚才那老太婆称呼其为教主，想来是被那天魔教教主强行提升境界，并且控制了身躯。阁下，坏我天魔教大事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阁下为何针对我天魔教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击杀神意境混山军，获得180年寿元。袁公子，你确定我们一行人可以对付那天魔教众？放心，天魔教主的力量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刚刚要不是被偷袭，天魔教已经被我斩于剑下。哼，那镇魔司也不过如此。那洛尘我看也是徒有虚渺，本想找那洛尘一起，可是寻到客栈，洛尘人没有找到，要求一众镇魔使前来帮忙，还被无视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暗中还有人隐藏，并且与天魔教发生了战斗。好恐怖的神异气息，这是神通吗？这不像是天魔教的手段，应该是暗中那人。老大，走吧。老大，不需要联合卧云城的力量吗？对了，老大，昨晚那赤霄公子原言来找你，但是你不在，我把他打发了。好像听他说城外有天魔教众，让我们出城除魔。万一洛尘就是那位神秘高手，我肯定是打不过的。惹恼了对方，没有好果子。若是洛尘不是，只是昨夜碰巧不在，那我也会落得一个以大欺小的场面，有损名声。老大，那山泉不管了吗？山王已死，我们要快些赶往下个位置，要快一点行动了。斩杀神意境千年狐妖，获得188年寿元。法相境讲究灵肉合一，肉体与灵魂完美契合，可以尝试继续推演镇狱金身，以此来入道。可惜剩余的寿元不足，还需要多积攒一些。成功消耗寿元演化修行。第1800年，你开始冲击法相桎梏，灵肉合一，升华晋升，金光满天，一尊地藏法相威伟屹立。老大，镇魔司总兵令召集你去黄道山。老大，我闭关的这段时间，外界有什么大动作？老大，你在北境乾隆榜的排名已经提升到第9名了。诸葛兴和上官长月两位大人超过30岁，已经退出乾隆榜，所以我这是被迫提升的排名呗。说正事吧。隐士在太古剑渊中的宗门出世，声势浩大，已经加入我们北境阵营。10天前，白鹿江上游出现一尊背负山灭的蛮荒巨龟，但只出现一瞬间便消失了。另外就是北境势力齐聚黄道山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白鹿江巨龟，应该就是已经恢复差不多的李长生了。这1年多你们也没回家，我去黄道山一趟，你们先回清源城吧。老大，路上保重。黄道山此时汇聚了北境绝大多数势力，镇北王要做什么，竟然没有消息传出来。老弟啊，1年多不见，风采依旧啊！萧大哥，你可知这次总兵召集我等是为何？听闻黄道山顶此时在铸造一尊绝世神兵，此次召集了北境众多势力之人前来观礼。乾隆榜第9，洛尘可在？封麦山周会前来挑战，可敢应战？老弟啊，这周会正是乾隆榜第10位，你可要小心。等下可不能赢得太轻松了。周兄，请吧。来得好！好强的真刚！这洛尘实在有些看不透，这才1年多，他居然已经是神意凝形层次了。诸葛兴，你也在啊？见过殿下。这2人你都很熟悉吧？你感觉谁更强一点？洛尘的排名并就是靠前一点的。痛快！周兄，厉害啊！是我出道以来遇见炼体最强之人。改日再战。你已经超过我太多了。这洛尘总感觉有些古怪，
我北境的年轻一辈真是天骄辈出。是啊，真是让人意外。洛尘今年也不过20，刚刚籍贯之龄，天赋当真可怕。这几日还是多亏你了。反正闲着也是无事。我昨日听闻，黄道山之上确实在炼制一柄绝世神兵，同时也是镇北王为登基所准备的地器。牛批！那这件地器何时炼制成功？应该快了，好像还缺一点什么，各方都在等待。对了，明日世子殿下举办的天骄宴会，你去不去？世子殿下相邀，自是要去凑个热闹的。明日我与洛兄同行。好说。赤霄剑派元颜公子到，诸葛世家诸葛兴到，玲珑子府宫玲珑圣女到，太古剑渊昊天圣子到，世子殿下到。这位世子有点东西啊！诸位都是我北境的未来，这一杯共饮。诸位到来，我王府自是热烈欢迎。但近几日争斗之势越演越烈，甚至有天才因此陨落。我举办这次聚会，其中一目的便是让各位在有切磋之时点到为止，避免陨落之事再度发生。北海36洞天竞邀而来。神女请。是不是看了我一眼？明日神兵出炉，诸位需镇守四方，但凡宵小之辈，格杀勿论。属下遵命。镇魔校尉洛尘，随我来。人就不能太过优秀？我注意你许久，手段、心性、天辞都是上等。这偌大镇魔司还缺一位传承者。洛尘，我问你，可有师承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要收自己为徒？洛尘能从一名普通的村民孩子走到北境乾隆榜前10，并且有机会站在自己面前，就足以说明这孩子身上有气运，有机缘。而且洛尘出自镇魔司，是最合适的传承人。总兵大人，洛尘并无师门传承，我这一路走来如履薄冰，全靠自身运气与努力。好了，我且再问你，可愿拜我为师？弟子拜见师尊。好，即日起，你便是我龙泉的3弟子。明日地气开炉在即，拜师大典便择日举行。我龙泉弟子当宣告天下。全凭师尊做主。嘿嘿，往后我也是有背景的人了。你修行的神异观想图如何？观想图至关重要，关乎武道神通。你要是所修观想图一般，便废弃掉。为师自有传承观想图。弟子所修名为星河道卷炼神图，是从白龙河李长生那里得来。李长生我知道，大前鼎盛时在皇都见过一次。你这幅观想图足以位列顶尖，既然拜我为师，为师也送你一件礼物。明日地气开炉，其鼎炉之中所盛珍稀天材溶液，可为你武器提升品级，蕴养灵性。多谢师尊。明日过后，随我去镇魔司总部接受传承，完成收徒大典。今日太过匆忙，便先回去吧。弟子先行告退。古老，他成功了吗？成功了一半。这是一柄地器，黄道之剑。镇北王以此剑凝聚龙运，镇压气运。如今大事已成，往后我北海36洞天当全力支持。谨遵神女令。即日起，我当为武帝，登基大典择日举行。
参见武帝。参见武帝。这么快便展露帝王之姿，不错。你以为我们该作何应对？王爷放心，一步快不代表步步快。如今三方鼎立的平衡被打破，镇北王要面对的是天下势力的敌视，我们只需要稳扎稳打，成帝事以稳步进行即可。也不知道国师那老头在想什么，打散了大乾光晕，却无所作为。刀来！诸位，镇魔司洛尘，天赋极佳，品行上乘，我将收他为徒，择日举办收徒大典。恭贺总兵大人收得爱徒。洛尘小友果然天纵之姿，可喜可贺。总兵大人收徒大典，我段麦山一定到场祝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切等武帝陛下登基之后再说。武帝陛下在此闭关，尔等镇守在此，不得有误。镇魔司遵命。恭喜洛兄，武道昌隆。承蒙师尊看重，我也是惶恐不安。洛尘，可否上来一句？诸位改日再聚，世子相邀，在下先行前往。见过诸位。哈哈，不必多礼。从此以后便是自家兄弟。我来时，一位洞主还特意叮嘱，要是遇见了一位名叫洛尘的天骄，要照顾一下。现在看来，洛天骄并不需要。洛尘，你还认识北海的洞主？神女所言，可是李长生前辈？正是。原来如此，想来李前辈养好伤之后，便加入36洞天了。我与李前辈2年前一别，今日回想，还历历在目。未来我北海出征之时，诸位洞主齐聚，你们还会相见。如今看似天下三分，但九州中心之地，各大世家门阀，洞天福地割据一方，一盘散沙，难成大器。近1年时间，我镇百大军已经攻陷1州之疆域。陛下，师尊，我与你师尊亲如兄弟，不必拘谨。你与武天圈代表着我北境年轻一辈的顶峰，当共同勉励进步。收徒大典我便不去了。这名令牌你收着，往后便是自家人。多谢陛下赏赐。你下去吧。全弟，你这弟子不简单啊，我竟然都看不透他的修为。洛尘自有机缘，不然光有资质可做不到这一步。你就没问问他具体境界几何？没问。我这小徒弟年幼亲眼目睹父母死亡，心思沉重。虽然待人谦和，但骨子里是冷漠的。他未起事时，我也不曾帮助过他。心里对我有所隐瞒也正常。洛尘性格如此，恩怨分明，相处久了自见真心。武帝终于出关了。走吧，徒儿。是，师尊。这下面便是镇魔大狱，只有一些有价值的妖魔才会被关押在此。师尊，那白鹿江龙宫蛟龙也被镇压在此吗？正是。想来龙宫神圣一日没死，这条蛟龙就不会死。我让人带你好好熟悉这里，往后的一些麻烦也需要你自己去处理。洛公子，总兵大人让我带您逛一逛，您称呼我为丁和即可。丁大人有劳了。丁大人，我是师尊的第3弟子，那其余2位师兄呢？不在镇魔司吗？总兵大弟子如今身处古华州，2弟子随大军出征，如今应该镇守在巨雄关。古华州，古华州位于九州中心，那可是敌方大本营。可惜此次未能与2位师兄相见。走吧，登基仪式要开始了。是，师尊。以武立国，武道为尊。武帝万岁！武道永昌！今承大统，当鼎定八荒，一统九州。师尊，这几日忙于陛下登基之事，倒是对你有所疏忽。今日我来此，便是让你接受传承。这是我为你挑选的3门传承，只要练成，足够你受益终生。我管你用刀，这门列琼七绝刀包含7式刀法，最后一刀非法相不可实战，足够你用很长时间。这第2门，因为你练体不错，特意为你挑选的一门拳法，名曰撼天神拳。最后一门是一尊法相功法，名曰至天修罗法相。因为你所修已经是绝世观想图，我便不给你了。这门法相以杀入道，
最适合我镇魔司，但太过极端，容易反噬自身。你要是想清楚，我还可以给你换一门。师尊，就这门吧。师尊把这门传承拿出来，意思已经很明确了。况且自己也对这门法相很感兴趣。哈哈，好，你先接受传承，自行修炼一番。之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来寻我。这门刀法不错，可以配合阴阳真罡发挥更强威能。拳法的话，我不缺对敌手段，以后有空余的寿元再考虑修行。先修刀法，展露在外，维持天才人设。投入500年寿元，演化烈冲绝刀。第1年，你参悟烈秋七绝刀第1式断穿；第300年，你领悟第5式刀法求渊；第500年，第6式刀法领悟东。试试把第6式推演出来。第780年，你领悟第6式刀法凝霜，出刀之时带有极寒真意，冻结一切，为后续杀招铺垫。武学猎枪绝刀大成。这刀法前期刀式刚猛破防，后期刀法注重意控天地，配合起来大开大合，却暗藏诡谲。师尊，修行的怎么样？列琼七绝刀弟子已经领悟前3式。哈哈哈，不错不错。当年你二师兄领悟这前3式，可是花费了1年啊。如今你后续修行已经步入正轨，可对未来前途有所想法？全凭师尊做主。其一便是待在镇魔大狱之中，当一镇魔狱城，看守大狱妖魔，有一好处，便是有足够的时间修行。其二，如今大皇子整军出征，马上就要前往前线，我镇魔司也需要派遣人手随军辅佐，这是一个历练的好机会。师尊，那镇魔大窟中镇压的妖魔可会定期斩杀？镇魔大窟中所关押妖魔，要不就是难以杀死的绝世大妖，要么就是有价值不能斩杀，所以才关押的妖魔。你要是想当镇魔狱城，我也不反对。师尊，我愿意随军出征。北境除魔令刚刚结束不久，疆域内妖魔被扫荡了一遍，想要获取足够的寿元，随军出征反而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好，你到了巨雄关，可寻你二师兄林卓，他自会照顾你。好好准备，半月之后出征，我亲自为你送行。还有半月吗？回去看看柳叔吧。以自己现在的修为，估计1日时间就能到清源城了。诸葛兴，我没有去找你，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，他是如何看破我的身份？敢无视我！本以为在拜师大礼之上，你们诸葛家会来送上一份贺礼，来寻求和解，没想到啊，你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打法。不可能！师尊，这次我镇魔司将会派出1位副指挥官、2位巡查使，以及3000名镇魔校尉随军出征。战场之上不需要我镇魔司去拼，到时候你听从安排即可。总兵大人，这前线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您真的要小公子一起前往？战场之事，大皇子自会决断。我镇魔司主要的职责还是肃清妖魔。大武占领天域州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，大军都在巨雄关外镇守，后方疆域内逃窜的残兵占山为王，妖魔横行，世家割据，肃清域内妖魔邪祟才是你们主要的职责。这些洛尘还是很让我满意的。之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还需要指挥者大人多多包涵。公子客气了。师尊，我好像没有得罪过这位吧？你可是未来镇魔司的掌舵者，但不代表你可以高枕无忧。我的这些属下也不希望未来追随的人会是一位空有天资、纸上谈兵的人。需要获得他们的认可，你还需要努力。至少你刚刚的表现让苏志没话说。真想去前线活动活动啊，好久没出手了。全帝，你要是出手，那端坐在天机阁上的老家伙恐怕也会坐不住。那老家伙太神秘了，我们至今没明白他为何做这一切。诸葛兴，不知道诸葛家识得你这随身玉佩否？汪总司，请。星儿还没有消息吗？
家主，根据我打探的情报，洛尘那小子已经跟随大军进入天域州了。这星儿迟迟未归，是不是？不可能！我儿天纵奇才，怎么会？家主，镇魔司总司到了。又是镇魔司，也不知这姓汪的是有何事。不知道汪兄此次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不知道诸葛家主可还认得这个？你是谁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是谁？洛尘小儿。小辈手下留人，连眼风都误没有针吧？黄口小儿，今日老夫便尝尝猎杀那天才的感觉！我诸葛家完了，小子你也别想好过！诸葛家灭！诸位，何时发动总攻？殿下，巨雄关中只有3位涅槃强者，我看今晚准备充分，明日便可扣关。前方传来情报，九州天机阁超脱世外，不问世事，导致各处诸侯并起，甚至有人组建了什么九州联盟，用来对抗我等。九州联盟，土鸡瓦狗罢了。看来是曾经安逸的生活让这些人有些膨胀了。这些人龟缩在巨雄关内不出，只有应战。殿下，巨雄关屹立不保，敌军龟缩不出，不是办法。明日在下愿意亲自扣关。明日扣关，势必一举拿下巨雄关。是。二公子有何忧愁？苏指挥使，称呼我为林卓就好。听闻师尊新收的小师弟也来天域州了，我们师兄二人还没来得及相面呢。二公子，我已经传讯让三公子过来了。为何？小师弟应该还是神境界吧？三公子不是软弱之辈，他是未来大武镇魔司的接班人，便不能退缩。第793年，你融会前60刀意，以自身气血为引，真罡直劈天际，横扫300里。你领悟最终是裂穹开天，很强。三公子，明日大军扣关，速来！天域州已经尽在掌握了吗？这些不是我该考虑的，还有一些寿元，先提升一些境界。第2001万年，这一次你准备充足，有足够的经验。第6次凝聚不灭种，法相境圆满，哪怕法相破碎，依旧可以凭借不灭种重新凝聚。也许跨入涅槃，才能一步步挣脱这种枷锁。大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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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店主，这一次可是5位涅槃啊，我们能挡得住吗？要不我们还是归顺了吧。哼，闭嘴！我先去会一会五皇子。神风山庄杜清风，早就听闻五皇子大名，可敢一战？武天君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！是仙月宫的灵瑶仙子，杀！不好，是灵瑶仙子。不错的手段，阁下好大的口气！我不杀无名之辈。记住了，镇魔司洛尘。这刀法是小师弟。小师弟看来已经凝聚了神心，完全可以一战。不愧是那位的弟子，表面。圆满神通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愿意归顺大武。那我这几千年寿元谁给我报销？不要！灵瑶，小子，死！林老，
面对洛尘，竟然感觉自身渺小，仿佛在撼动一座无法挪移的智社。多谢前辈相救。小师弟别来无恙。洛尘见过二师兄。无需多礼，小师弟厉害，师尊的眼光终于好起来了。二师兄，刚刚那位前辈，林老是在我修为被废之后，家族派来保护我的。师尊他说，真正的天骄气运加深，总能化险为夷，所以他的弟子不能是被保护的公子，而是踏过无数敌人尸体的天骄。我让师尊失望了。8年前被废去修为，家族这才派来林老保护我。大武，大武！哈哈哈哈！痛快！我大武，此战大胜！根据前方情报，西赵州其余一流势力都汇聚在白凤宫，就剩下这点硬骨头了。希望有自己出手的机会。这3个月碰到的都是一群软柿子。白凤宫态度不明，未必是敌人。殿下，我与白凤宫的那位公主见过几面，此人清静无为，大概率不会理会那些前往投靠、寻求庇护的势力。但是他们也没有选择归顺。我大武要的是一统，中立不在我们考虑范围。可是军营之中无聊了。哪有？师兄只要之后战场之上多多给我派片任务就好。遇到适合你出手的机会，我自会让你前去。我想，这也是师尊让你来前线的原因之一吧。师兄，你认为白凤宫会归顺我大武吗？一定会。师尊3日前便已经与白凤宫的征主交涉过了。刚刚殿下的态度是给下方那些人看的。如何？白凤公主说出一个条件，双方联姻。师兄为何如此看我？身为师尊的弟子，师弟当然也是有资格联姻的。听闻白凤宫公主的女儿风华绝代，也是一位有名的天才妖孽。师兄说笑了，白凤宫是想为自身未来考虑，要绑定大武便彻底一点，首选当然是皇子殿下。大皇子已经有王妃了，白凤宫公主的女儿不可能为侧妃。武帝不可能把这尊庞然大物推给自己。坠龙山脉之中，孽障丛生，妖魔横行，大钱崩塌之后便无人维护。你带镇魔司重新掌控坠龙山脉这些要道，以恢复商道。女性，那山，将他拖回去吧。另外，我需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。是大人。将近9000年寿元，终于又富裕了起来，应该可以将撼天神拳以及第2尊法相修炼出来。1903年，拳法圆满，力贯千军，拳破苍穹，撼动乾坤，撼天神拳圆满。我想象中消耗要小，逆天修罗法相也是时候开始修炼了。往后逆天修罗法相便是我对外展露的法相，镇狱地藏法相则可以用于隐藏身份时使用。毕竟是我领悟的，没人知道这尊法相身份。大人，这几日坠龙山脉有什么情况吗？大人，最近坠龙山脉有些异常，折损了13位镇魔校尉。根据调查，好像是天魔教所为。师弟最近是在追查天魔教？正是，天魔教在坠龙山脉活跃1年多了，最近才露出马脚。刚刚我前往龙首崖查看，龙首崖下面应该有一处秘境，但我不确定。师弟，当初你和我说过天魔教的事情，之后我也派人调查过，天魔教信奉的神明确实古怪。这里的信息很少，甚至镇魔司与天魔教打交道许多年，也不清楚这尊天魔的神像模样。但是这天魔教主可是一尊涅槃九转啊！天魔教加入了南药皇朝。天魔教加入了南药皇朝？是的，就在1个月前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人会想到天魔教主会是一尊涅槃九转的存在。天魔教之事不可大意，他们竟然如此看重龙首崖那里的东西。之后我们要派人前去查看一下。为了你的安全，我看你还是留在大营中吧。小子，可还认识我呀？
李前辈，好久不见。不如我陪着洛尘去龙首崖瞧瞧。那就拜托前辈了。当初两人相遇，算是我活了5000多年漫长岁月中最狼狈的时候。如今修为突破，可要把在小老弟面前丢失的伟岸形象给找回来。确实诡异，这阴风之中力量斑驳，杀气、妖魔气、尸气并存。下面难道是一方古战场？我之前下去过，看到了一处类似秘境的入口裂隙。当初我给你的那块龟甲碎片你没用吧？带在身上，小心一点。我们下去。这是绝天，这是大前武圣的手笔。难道大前武圣便是陨落在此？洛尘，进不去。洛尘老弟呀，你可千万别出事！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120年了，没想到这么快便有人可以来到这里。小友不必惊慌，我早已死去。洛尘见过武圣。洛尘，大武建立了吗？大武皇朝已经建立，如今天下大武、大前、南药3朝鼎立。一切正如国师预料，我与国师一直在寻找可以承载天命的存在，未来大劫之日方有一线生机。小友是变数，不在国师的推算之内。小友不是国师算意中的3人之一，我无法将传承赠予你。但小友既然有资格被接引而来，我可传你一道绝学，不知小友可有想法？晚辈多谢武圣前辈，可有涅槃之法传授？外面这10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尊年仅22岁的法相圆满，变数！只希望小友未来可在天命之人危难之际出手一次。武圣的手段果然神秘小客，这一手直接为我省去1、2千年寿余消耗。可惜还没有来得及问大劫是什么。既然以后涅槃的修炼功法，那便不用等了。老弟呀，你这天才第1天骄的位置都要不保了，赶快出来吧，狠狠打他们的脸！老朽见过龙泉大人。李前辈不必多礼。李前辈，回去吧。洛尘一日还在天骄榜之上，便一日没有陨落，不必担心。可惜如今大前和南药联手，大武已经落入下风，实不敢以身犯险。希望洛尘不会怪我吧。6年耗费，万载寿元，终于还剩下最后一道关隘，也不知道外界怎么样了。武圣前辈，要是晚校辈出去之后度过雷劫而不死，还会再来祭拜您的。殿下，如今面对大前与南药，我们要早做准备。昨日总兵大人已经与父皇商议过，不日北海36洞天的第1洞主便会支援青霞关。林兄，还是回去休息吧。前几天有势力进献一株延寿大药，我派人给你送去。殿下不必担心，延寿大药给我浪费了。林卓本是位列大武权势顶峰的天骄，可惜啊，天妒英才，我大武必能度过此番危机。那是涅槃九转的武道意志，为什么感觉这气息好熟悉？可是又怎么可能？大人，何人在此渡劫？这是涅槃高阶在渡劫，至少是一尊涅槃九转。此人选择在大武洋域渡劫，莫非是站在大武一方的？我去查看一番，诸位还请镇守边关。要此人真是站在大武一方，那如今局面可被扭转。夫子不在大权待着，来我大武是要开战吗？老朽此行只为见识一下大武新晋的涅槃九转。夫子，以您的武道神通，想必在此也能清晰地看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场景，何必多跑一趟？白公主说的不错，老朽就在这里等着。
洛尘，见过师尊。道一学宫恭贺道友。白凤宫恭贺道友武道昌。这里不是议事的地方。道一学宫的夫子到来，你随我过去吧。是。这古道一之为何这么熟悉？恭贺小友涅槃九转，武道昌隆。洛尘见过夫子。夫子，此番前来为何？大武当真好气运啊！乖乖，以后真要投靠小老弟了。师兄，没事就好。旱魃。